各位伙伴，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要谈数位教学职能。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来谈的是教学内容转译，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会谈的是教学展演。各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很想要开数位课程，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拍教学影片？那或者是呢很会教书，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在线上教？或者是明明我从头到尾都有录影片啦，但是为什么学生就是没有兴趣，或是听不懂呢？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的话，其实每一位老师啊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那但是呢不一定能在数位课程中就是把这些专业知识呢就很有效的传递给大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的关键就在于学习的情境是不同的，因为在实体的场域里面，学生其实可以借由及时的提问跟课堂的参与，与老师进行互动。那老师也可以随时透过在教室中移动和修正上课的步调，随时调整跟学生的学习状态。可是呢，当教学从3D 的这个空间变成线上2D 的影片的时候，学生只能透过荧幕来跟老师互动。那他透过荧幕的方式去接收知识，就表示说老师所有教学的细节都必须借由不同的景别还有运镜的技巧来呈现，甚至呢在适当的时候要加入图片啊、文字啊，或者是一些声音等多媒体来强调记忆点。所以其实数位课程的制作比实体课程要更困难一些，就如同食材像洋葱啊、蔬菜啊，或者是各种肉类呢，都需要经过烹调跟处理才能变成可口的食物。那老师的知识跟观点，事实上也要经过处理，才能够被学生吸收跟应用。那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呢，在我们数位课程里面就叫做内容转译。如果我们依教材制作的一个复杂程度来分的话呢，教学内容的这个转译形式，我们大概可以分成6种样子哦。第一种是所谓的讲述式，那这个讲述式呢，它是其实在教材设计的过程里面，它并不复杂，那它有很深的实体教学的影子，教师通常可以独立制作完成哦。那它只需要摄影机，还有收音的麦克风和基础的影片剪辑技巧就可以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下面这一段讲述式的案例。在过去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就可以发现说，当我们面临或者感受到负面的情绪通常不管是我们思维的这个范畴，或者是行动的这些方式呢，都会比较变得狭窄，比较单一相反的，如果带我们经验比较正向的、比较愉悦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思维的方式或者思维的这些可能性还有我们的行动都会变得更广阔，变得更多元，而且加的这个更开放第二个内容转译的方式呢，是操作演示式。那这个操作演示式呢，大概又可以分成2种形式哦。那第一种形式是萤幕录制的形式，那它主要呢是适合在如果老师的课程里面有在做软体操作啊，或者是程式设计的时候，它就非常的适合。那通常老师在这一个内容转译的形式下面也可以独立完成。那只要老师在自己的电脑里安装萤幕录制软体，录制操作萤幕的这个画面，还有讲解的音档就可以了。那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麦克风要能清楚的收到老师的声音，还有呢要清楚的捕捉到老师在操作滑鼠的这个游标，还有点选的区域，这样学生才能够看到老师实际上是点选哪些地方来操作。那以下呢，我们就会看一段关于这个操作演示式萤幕录制的例子。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是1加2加3加一直加到什么地方加到10等于我们的目前的加总值SUN
好，那我们实际上先来执行一下哦，来，我们也这样设中断点看一下，设中断点看一下来执行。好，首先我们的 data 呢，它现在已经走过，它是range 10，range 10是什么？range 10就是从0开始，总共有10个。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取到 data 里面资料，因为它 data 现在并不是一个串列清单，所以我们会使用 list 去做转换，所以我们步进一次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目前的 data 就转换成什么东西？转换成0、1、2、3、4、5、6、7、8、9，总共有几个？总共有10个。另外一种操作演示式的形式呢，是真人演示。那这一种方式最适合的是需要实际操作的主题，例如手作啊、料理啊、运动等课程哦。那老师需要先规划操作的步骤，并且跟助理呢要讨论分镜。那助理呢就需要来协助老师安排场景、道具还有摄影的工作。那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里面，老师一定要特别留意的，也是麦克风要能够清楚的收到老师的声音，还有镜头呢要能够清楚的捕捉到所有的关键操作细节。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一个真人演示的范例。那现在我们要做我们的护背肌，那会做一个拱背的姿势，让我们肚脐向内缩。过程一样，保持吸气、吐气，稍作停留，再慢慢向后伸展，做我们胸大肌的伸展。一样停留15到30秒，吸气、吐气，慢慢回到原本的位置。那以上这6个动作呢，是我们上半身的缓和动作。第3种内容转译的方式呢，叫对话式。那通常教师呢，在这样子的形式下面，他就需要先设计对话或者是访谈大纲。那这一种方式呢，也会需要助理来协助安排场景跟摄影的工作。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转译的形式下面呢，老师也要特别留意的是，麦克风能清楚收到所有参与者对谈的声音。以下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一个对话式的案例。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就是来讲解一下？我想问一下，关于刚才那一段话，你觉得就让你产生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我们去占卜，主要是想要趋吉避凶。是。那可是他这边说，我们占义不占利。占义不占利，主要是这个。然后还有后面这一段说，占义非占智。主要是这2段话让我有点疑惑，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我想刚才那个原文，你念的那个禅山的那个原文，可能让我们一般人对占卜有一点疑惑，是说，因为那个占义的那个义字啊，我们好像一般理解它是从道德上来说，但是占卜不是其实是为了吉凶祸福嘛？那这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第4种内容转译的方式呢，是戏剧式。在这样子的一个转译过程里面，老师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先按照教学的主题来设计剧本。那需要助理协助的地方有很多，助理需要去安排演员，还有场景，那甚至当场的这个现场布置，还有摄影的工作。那一样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转译的过程里，也要特别留意到麦克风能清楚收到所有演员的声音，那镜头也要能够清楚地捕捉到演员之间、演员与物品之间的互动。以下我们就来看一段戏剧式的案例。同学，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有的时候走在路上，身体会突然感觉一股强烈、可怕的感觉，感觉变得很奇怪，身体肌肉好像变得很紧张，而且会流很多汗，流的汗好像比平常还要多很多，而且心脏跳得很快，感觉很痛苦。而且这时候头会很晕，
失去方向感。我心里会想，后要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怕哦。第5种内容转译的方式是动画式。那动画式呢，我们大概又可以大致分成4种。那第1种方式是简报的样式。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转译中，老师他需要先做的呢，就是要撰写简报，那并且设计所有的解说旁白。需要助理协助的地方呢，就会是协助老师的简报进行排版，还有美化老师简报里的素材，那甚至是制作动画，还有呢，就是在老师制作动画的时候进行录音的工作。那要特别留意的呢，是动画跟教学内容之间是不是有密切的相关性，还有在这个动画里面所用到的声音、音乐、音效之间的这个平衡感，那甚至是动画的流畅性，也都要特别留意。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里呢，它其实是比较耗时的一种状态哦。因为它需要先去进行设计，然后再来做实际的一个录制，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个编排。以下就是这个关于简报的教学案例。首先，我们来看看比较简单的洛书。那朱熹《周易》本义里面的图示是长这样的。那图中的白点呢，代表阳；那黑点代表阴。算一算可以看出来。13579都是白点啊，都是单数，都是奇数。2468都是黑点，都是双数、偶数。那如果呢，把黑白点，用这个数字来取代，就可以变成这样的图形啊。1到9分别排在9个格子当中，这就是所谓的9宫图。动画式的第2种形式和第3种形式分别是手绘和2D 动画。那这2种形式在本质上其实都是2D 动画，只是手绘的形式呢，就是在呈现上面加上了手绘的风格。那所以其实他们这2种形式呢，老师都要先撰写动画的脚本，那还要设计分镜以及解说的旁白。那在助理的部分呢，就会特别需要他们继续协助的是动画的绘制，还有就是录音工程。在这2种形式下面，就要特别留意的是动画以及教学内容之间是不是密切相关，那各种的声音元素是不是达到平衡，以及动画本身的流畅性。那同样的这2种制作教材的方式呢，它其实相较于简报的模式就更为耗时。以下我们就来看看2D 动画的相关例子。接下来，参与者 A 和 D 自行阅读2则故事，分别是快乐的故事和悲伤的故事。读完故事后，主事者询问实验参与者在2则故事中较认同哪个角色。参与者 A 说：“我觉得故事中的那一位快乐主角还不错啊。”实验参与者 D 说：“我比较认同悲伤故事中的那位主角。”3天后，实验参与者回来接受第2阶段的会谈。主事者询问参与者，在经过3天后，是否还记得先前读过的2则故事，并且比较认同哪个角色。动画式的第4种形式呢是3D 动画。那其实3D 动画的呈现方式跟前面2D 还有手绘的方式差不多，只是素材变成3D 的元素。那所以老师一样是需要先撰写动画的脚本，那还有就是要设计分镜跟解说旁白。那助理的部分呢，就会需要他具备有3D 建模的能力，还有一样要协助录音的工程。这种形式的动画呢，也要特别注意到的呢，就是动画与教学内容之间是不是密切相关。那声音的平衡，还有动画的流畅性也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还要特别注意到3D 元件本身的物理特性。所以在制作期程上面呢，这种形式会更为耗时。以下
就来看一段3D 动画的案例。那么像这个Face 键呢，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的是在加拿大的一家这个软体的公司哈，他们在若干年前，其实大概已经有将近10年左右的哈，至少，那么开发的这个所谓脸孔的哈这种3D 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软体哈，那么他们这个软体啊，其实是非常受欢迎哈，因为它的使用的非常方便，很有弹性哈。第6种内容转译的方式是3D 沉浸式，在这个形式下面呢，老师需要先撰写的是情境脚本，还有呢要安排可互动的知识点。那助理本身呢，就需要协助老师绘制3D 的场景、3D 的角色以及相关的动画、声音等元件。那而且助理需要具备基本的程式能力，他可以将多媒体元件转为沉浸式的教材。那在这个教材里面呢，其实特别要留意到的是硬体本身的效能，无论是老师或者是学生端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形式它所需的资源较多，那技术门槛也比较高，所以它在制作上面是相较起来最为耗时的一种方式。以下我们就来看一段3D 沉浸式的教材案例。在进行教学内容转译之前，老师要先确定的是学习目标、内容主题以及使用情境。那例如呢，如果老师教的是语言学习类的课程，那其实很适合利用操作演示的一个方式去示范听说读写的技巧。如果老师教授的是物理理论相关的课程呢，则需要利用更多的文字与图像等动画去辅助老师展示相关的概念。所以视觉辅助对于数位教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能够好好的使用图像、动画等辅助教学，其实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来理解概念。另外，增加互动性也是一种可以提升学生参与动机的方式。老师可以利用暂停影片、提出问题的方式，或者是要求学生在讨论区参与讨论的形式，来增加互动性。这个单元我们介绍了6种常见的内容转译方式，包含讲述式、操作演示式、对话式、戏剧式、动画式以及3D 沉浸式。老师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内容主题，还有喜欢的形式呢去选择之外，老师也可以依照自己本身实体经验的多寡，那或者是希望制作过程简单，或者是稍微复杂，还有能够接受的制作期程长短，以及所需的设备跟经费的多寡，来选择不同的内容转译方式。例如，如果老师的实体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老师比较擅长在实体的课程里面跟学生进行互动与教学，那老师又比较希望在短时间内就产出一段数位教材，那老师的设备跟经费上面也比较受到限制的话，老师就应该要选的是第1种讲述式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单元到此结束。